Hello， 大家好，我是兜兜。萧炎在天幕山脉救下被围攻的纳然嫣然之后，便带着他一起前往山脉中心处的天山雪潭。萧炎进入迷阵后，发现这里面的浓雾，就算是灵魂力量都难以穿透。好在纳然嫣然有通灵白狐，不惧这迷阵。纳然嫣然拉住萧炎的手，让萧炎跟着他走。就这么手牵手的走了接近半个小时，两人终于出了迷阵。纳然嫣然指着半山腰处，说那里便是天山台，在那里会有噬金属族布下的一些关卡，只有成功闯关的人才有资格抵达山顶的天山雪潭处。此时的天山台上已经有将近20道人影散布在这里。萧炎两人踩着点出现在平台上，他一眼扫过去就看到了凤青儿偷袭纳然嫣然的王晨以及万剑阁的唐音。萧炎朝着唐音点了点头，刚准备收回目光，就注意到一个青色身影。青色身影的女孩看起来应该是这里年龄最小的，隐隐还带着一丝稚嫩和天真，与这里的环境格格不入。纳然嫣然看到萧炎的目光，低声让他小心这个小女孩。小女孩名叫穆青鸾，是星陨阁中年轻一辈的佼佼者。是金属族最擅长的就是音波攻击，所以他们的族长金石宣布，这一次的关卡筛选，只要能够在鼠潮音波中顺利抵达山顶，便算通过。从金石有气无力的声音中，萧炎听出他的体内有着长久淤积的伤势。萧炎让纳然嫣然等下用斗气堵住双耳，跟在他的身后就好。对于萧炎的好意，纳然嫣然心领了，但是金属的音波能够无视斗气阻碍，防不胜防。他也很清楚自己有几斤几两，所以让萧炎过好自己就行，不用管他。萧炎之前并不知道是金属的音波如此难缠，不过在得知可以用音波斗技与之对碰后，就想到了自己的失火碎金银和从阴阳玄龙丹中吸收的一丝龙银。萧炎还在思考自己的音波斗技不知道能不能扛过这波攻击时，金石宣布闯关开始。最开始闯关的是2个4、5星斗皇的强者，但两人爆冲了10米距离后均以失败告终。凤青儿在越来越多的人失败后缓步而出，他走到金石面前行礼，还说家师雷尊者让他代为问好。礼节性的交谈后，凤青儿施展出3000雷动，以一种音波攻击都追不上他的速度飞速到达山顶。凤青儿闯关成功后，万剑阁的唐音和黄泉阁的王晨也紧接着上去了。他们都上去了，穆青鸾也站出来向金石问好。从两人的对话中，萧炎得知穆青鸾的老师是自己一直在寻找的风尊者。萧炎脸上涌现出些许狂喜，穆青鸾是星陨阁的人，那风尊者作为他的老师，应当也是星陨阁的。若真如药老所说，风尊者可信的话，萧炎绝对可以得到不小的助力，也不用再孤身一人了。随着凤青儿4人到达山顶，8个名额已经只剩下4个，现场包括萧炎在内，还有10人左右没有出手。萧炎见场中没有人出来，便带着纳然嫣然走向石梯。金石对萧炎也有所耳闻，看到萧炎带着纳然嫣然，他告诉萧炎，音波阵是随着人数的多少而增强的，问他确定要多带1个人吗？纳然嫣然有点迟疑，让萧炎自己上去，带上他太拖累了。萧炎只让纳然嫣然跟上他，还说就当这是送给他的一份礼吧。纳然嫣然很清楚，这个他自然不会是自己，而是老师云韵。他叹了口气，抬脚跟着萧炎踏上了石梯。面对音波攻击，萧炎依靠自身的斗气扛了过去。纳然嫣然的脸色一白，速度迅速降低，他感觉自己的灵魂都出现了刺痛，斗气也开始紊乱。在众目睽睽之下，萧炎和纳然嫣然闯过了石梯的一半距离。坚持到这里，纳然嫣然眼前的视线逐渐变得模糊，凭他的实力，想要闯过这音波阵还是太困难了一些。感受到体内斗气的枯竭，纳然嫣然吐出一口鲜血，身体如断线的风筝般倒飞而出。就在凤青儿说萧炎逞能害人害己的时候，萧炎出现在纳然嫣然的身后，拦住了他。萧炎让他用仅剩的斗气遮住双耳，自己说过会带他过阵，就一定会做到。面对下方无数噬金属的音波攻击，萧炎嘴巴猛然张开，一道带有荣效的狮虎碎金银与鼠潮音波狠狠地对撞在一起。在狮虎碎金银的攻击下，鼠潮音波迅速就被摧毁。萧炎揽着纳然嫣然的腰，迅速登上山顶，看着萧炎正面硬刚噬金属的音波攻击，还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平台上的人都觉得萧炎果然是个怪物。萧炎到达山顶，围观了一会儿凤青儿与穆青鸾之间的争吵后，迫切的想要知道风尊者更多消息的萧炎上前问穆青鸾能否借一步说话。萧炎客气地问穆青鸾，风尊者可是他的老师，还问他风尊者如今的去向。穆青鸾听到萧炎打听风尊者，顿时变得有些警惕，问萧炎是谁，为何要找
找老师。看到穆青鸾警惕的样子，萧炎苦笑着说自己是故人之徒，奉老师的命令前来寻找风尊者前辈，但究竟是哪位故人，萧炎却不方便说。风尊者交友广阔，萧炎的理由并不能让穆青鸾相信，不过他还是告诉了萧炎，若是他真想找风尊者，3个月之后去风雷东阁住行。3个月后是四方阁大会，这次的举办地点便是在风雷阁。作为参与方之一，风尊者自然会去。但萧炎与风雷阁之间的恩怨已经闹得众所周知，要去风雷东阁找风尊者，这相当于自投罗网。不过就算再难，萧炎也还是要前往风雷东阁试一试。萧炎向穆青鸾道谢，再回到石台时，闯关已经接近了尾声。金石带着萧炎等人来到了天山雪潭前。天山雪潭内拥有极重的火毒，所以他们最多只能在里面待3天，就必须要出来，不然一旦火毒入体，除非高级炼药师出手，否则无人能解。金石的话也让萧炎猜测他身上淤积的伤与火毒有关系。金石把萧炎单独叫到一边，为的就是他体内的伤势。他问萧炎可有把握治好，萧炎说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如此深的火毒，想要去除非常难，但也并非完全没有办法。金石承诺萧炎，只要他能彻底去除他体内的天山火毒，他就给萧炎一个绝对顺利进入斗宗的机会。天山雪潭的确有一些能帮助人突破瓶颈的神效，但那是对斗皇巅峰层次待了一段时间的人有用。萧炎此时才进入9星斗皇不久，天山雪潭并不能让他进入斗宗，但雪潭最深处的能量因为岁月的凝聚格外的精纯。虽然那里也是火毒最浓郁的地方，但萧炎身怀异火，并不需要惧怕那里的火毒。金石把进入雪潭深处的信物给了萧炎，萧炎则保证出来之后帮他驱毒。雪潭出现，萧炎8人在金石的提醒下进入其中。进去之前，萧炎让纳兰嫣然从雪潭内出来后不用等他，他需要的时间或许会很长。纳兰嫣然看着萧炎低声道谢，之后说若是以后要找老师的话，或许可以去花宗。萧炎进入雪潭后，手握金石给的信物，直奔雪潭深处游去。越往底下，蕴含的能量越浓郁精纯。萧炎释放出琉璃莲心火，隔绝火毒的侵蚀，便进入了修炼状态。这些血色的粘稠能量有一种特殊的神效，可供吸收的程度极强。原本萧炎对金石承诺他能够进入斗宗的话，还有些怀疑，但体验过效果，萧炎有信心自己在这里可以脱胎换骨。一眨眼10天就过去了，萧炎被眉心处的那枚3000雷动的灵魂分身惊动，他发现这里的能量对灵魂的增长也有效果。在陨落心炎的保护下，3000雷幻身的分身不断吸收这些能量。萧炎发现分身的实力以一种令人惊骇的速度攀升，按照这种速度，怕是要不了多久，分身就能达到登堂境界。这里的种种好处让萧炎更加有信心突破斗宗，也让他决定在突破斗宗之前绝对不离开这里。萧炎在天山雪潭深处足足待了2个半月。就在金石担心萧炎出事，决定他再不出来就下去看看时，火山口周围的天地能量犹如受到了一种牵引般，开始疯狂地对着火山口内凝聚而去。金石猜测萧炎应该是在里面一鼓作气突破到了斗宗。天目山上的动静越来越大，雪潭底下传出的气息也越来越强。一时间，艳阳高照的天气也变得乌云密布了起来。金石和金谷并未在意天空的变化，而是死死地盯着雪潭之中。他们能感应到雪潭底的吸收到了一个顶点，萧炎要出来了。金石的话音刚落，整座天目山都颤抖了起来。在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萧炎脚踏虚空，缓缓浮现。从他体内弥漫而出的磅礴气势，宣告萧炎已经成为了斗宗强者。此时天空上的萧炎身影纹丝不动，就像进入了一种奇妙的状态一般。成为斗宗的萧炎为什么一动不动呢？好啦，今天的视频豆豆就讲到这里啦。如果喜欢豆豆的视频，欢迎点击订阅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